1月23号，俄罗斯无人机操作员发布了一篇视频，引起了众人的讨论。视频中，一辆来自乌克兰改装的豹 1A5 坦克展现了其卓越的生存能力，硬航11发俄军神风式无人机，可谓是乌克兰耐打王。今天大兵就和各位聊聊，护甲仅有70毫米的豹一为何防御力如此惊人？我们常说的各种外置装甲，比如豹反装甲、山格装甲，它们有何区别？对坦克防御力的提升有多大？视频的发布者并没有注明事件发生在哪里。一架俄罗斯侦察无人机在一个森林带内发现了坦克，并随即派遣攻击型无人机进行打击。从近距离场景我们可以看到，豹一坦克的炮塔上有一个小棚子，俄军无人机并没有躲避，而是直接朝小棚子冲了过去。坦克首当其冲，承受了一次正面攻击。紧接着视频切换到第二架 FPV 的画面，两架无人机距离不远，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架发 FPV 爆炸的火光。之后他又接连遭到2次来自左侧和尾部的攻击，但这辆乌军坦克依旧没有失去动力，并且成功脱离了危险区域。然而当坦克驶上公路后，它因不明原因停了下来，有可能是油料耗尽，或者是出现了暂时的机械故障。很明显，一辆趴窝在道路中央的坦克对于 FPV 来说就像餐盘中的小面包一样。3架俄军 FPV 立刻对其发动了全方位攻击，包括关键的发动机和顶盖。幸运的是，坦克的发动机未受损，并且再次开始行动。然而紧接着的2次打击造成了严重损伤，可能造成了油箱泄漏。可以看到坦克尾部有大量浓烟冒出。很快坦克停了下来，然而俄军附近的 FPV 也耗尽了。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视频真空期，接下来俄军又对这辆着火的坦克进行了2次攻击。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俄军最后几次攻击打击的都是距离驾驶舱较远的位置，乌军车组可能已经在视频真空期内进行了逃生。这辆豹 15A 坦克的出色生还能力令人意外。豹一坦克首次服役于1965年，作为德国军队的主力坦克之一，豹一曾广泛装备多个国家。豹一的设计注重火力和机动性，其主要武器是105毫米的 L7A3 线膛炮，此外还配备了2挺 7.62毫米 MG3 机枪。豹一的动力系统由一台10缸的 MTU MB838 柴油发动机提供，最大功率达到820马力，使得这款坦克拥有出色的机动性，尤其是在复杂的地形上表现尤为突出。坦克的悬挂系统采用了独立扭杆悬挂，每侧配有7对双轮，这也增强了它在恶劣地形下的越野能力。然而豹一坦克最具争议的设计特点之一是其装甲。尽管这款坦克整体设计强调了火力和机动性，但在装甲防护方面，豹一的设计相对较为薄弱。坦克的装甲厚度从10毫米到70毫米不等，主要用于抵御小口径自动炮和重型机枪的攻击。这样的装甲设计反映了当时德国军方对于坦克防护的理解。他们认为，面对反坦克火箭等新型穿甲性武器时，传统的重装装甲已经失去了意义，因此豹一的设计优先考虑了火力和机动性。豹一坦克的装甲薄弱并非设计上的失误，而是基于特定时期的战术需求和技术发展趋势。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德国与法国及意大利共同开展的欧洲坦克计划为豹一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当时世界各国普遍认为反坦克武器将成为未来战场上的主要威胁。由于 HEAT 弹能够轻松穿透传统的重型装甲，设计师认为为了提高坦克的生存能力，应该将重点放在机动性上，而非厚重的装甲防护。此外，冷战时期的战略形势也影响了豹一的设计理念。由于当时战争可能涉及核武器的使用，传统的坦克装甲并不足以防御核爆炸的冲击波，因此设计师认为装甲防护并不是决定坦克生死的唯一因素。相反，高机动性使得坦克能够通过快速机动避免敌方的打击，从而在战场上占据优势。但在满是现代化武器的核武战场，地雷和 FPV 让豹一的机动性优势荡然无存，装甲薄弱的劣势在被无限放大。然而就是这样一辆小脆皮，却在9次 FPV 攻击后才彻底失去动力。这不由得引起我们注意，在俄乌战场上，就算是侧面拥有90毫米装甲的 T90 也有被少量 FPV 歼灭的记录。而这辆豹一坦克为什么如此耐打？接下来我们就聊聊这个问题。在现代战场上，坦克所面临的威胁已经从反坦克炮
和其他坦克转变为高速度攻击型无人机，因此乌克兰针对豹系列坦克的设计进行了全面升级，安装了大量的豹反装甲、格栅装甲和间隙装甲，全面增强车辆的生存能力。想要知道这些装甲是如何增加坦克防御能力的，我们就要先搞清楚无人机对于坦克来说为何致命。 First Person View 是英文第一人称的缩写，但在俄乌战场一般代指高速穿越无人机，其极限速度和灵活性远远高于一般的无人机，其时速能达到100公里以上，同时还能完成各种复杂的空中特技，如螺旋翻转、倒置飞行、急速上升下落等，因此控制难度较大，续航时间也更短。灵活性有了，接下来就是攻击性。 FPV 对坦克威胁的关键就是其携带的战斗部，早期一般为火箭弹弹头，现在有为 FPV 研发的专用弹药，但无论是哪种反坦克 FPV 的战斗部原理都是聚能炸药。聚能装药是一种利用爆炸能量和特殊设计的金属内衬来产生高速金属射流的技术。为了更简单的解释这个原理，可以想象一个非常特殊的爆炸装置，它由一个充满爆炸物的固体圆筒组成，圆筒的一端是一个金属内衬的空心锥形结构，而另一端则配有引信。在爆炸发生时，爆炸的能量并不是均匀的向四周扩散，而是朝着爆炸物表面正常的方向释放。因此，如果我们把爆炸物设计成有形状的，爆炸能量就会集中到空腔中。这种空腔的形状通常是锥形的，当爆炸发生时，爆炸能量在瞬间产生极大的压力，这个压力迫使内衬金属迅速向空腔中心收缩，随着金属内衬向内压缩，它会形成并推出一个高速的金属射流。这个射流的主要部分来自于内衬的最内层，通常是内衬厚度的 10% 到 20%， 其余的内衬则形成一个速度较慢的金属块。这种金属块由于形态上的原因，有时被形容为胡萝卜状，因为金属内衬的压缩速度沿着内衬表面是不同的，导致射流的速度沿着射流的长度也有所不同，从射流的前端到后端逐渐减速，这种速度的变化会导致射流的拉长，最终使射流断裂成颗粒。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颗粒会偏离原本的对齐方向，从而减少了在较远距离上的穿透深度。射流的最前端及金属射流的尖端通常没有足够的时间加速，因此它的速度会低于后面部分的射流，这样射流的前端部分通常会汇聚成一个较宽的形态。虽然整体射流的速度非常快，但不同部分的速度差异较大，尖端部分的速度通常在7到14公里每秒之间，而射流的尾部则较慢，约为1到3公里每秒。最慢的金属块部分速度甚至低于1公里每秒。这些金属射流以超音速的速度飞行，且在与目标碰撞时产生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足以使射流与目标装甲发生类似于液体流动的现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水力学效应。换句话说，射流和装甲可以被视为流体，在计算时忽略其材料的强度。最近的研究表明，铜质射流的尖端在飞行过程中温度可高达 1100K 到 1200K， 接近铜的熔点，当然也足以融化坦克的装甲。高速金属射流在穿透装甲时，其局部作用非常关键。由于射流在固体物质中以超音速的速度移动，它只会在与目标装甲接触的区域产生作用，因此聚能装药的引爆点和距离目标表面的空间非常重要。如果引爆点距离目标表面太近，射流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完全形成，导致穿透效果大打折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现代的聚能装药通常配有一个延长的鼻帽或探针，这样可以确保爆炸发生时，射流能够在正确的时机形成，从而最大化穿透能力。射流在飞行过程中会逐渐拉长、破裂并分散，最终减弱其穿透效果。射流的有效距离通常取决于聚能装药的质量。低质量的聚能装药射流的有效穿透距离大约是装药直径的6到8倍，而高质量的聚能装药则能保持在12到20倍装药直径的距离内。例如，现代的 BGM-71TOW 导弹的150毫米直径聚能装药，在大约1米的距离内能穿透约1000毫米的均质钢装甲，而在约 2.8 米时，这一穿透能力将下降至约500毫米。聚能装药的穿透性能还与其直径密切相关，随着射流深入装甲，穿透孔的宽度逐渐变小，
最终形成一种典型的拳头到手指的穿透效果。最终穿透孔的大小与原始的拳头大小直接相关。最早期的聚能装药能够穿透装甲厚度达到其直径的 150%至250%左右，而这在二战时期的武器中是很常见的。随着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内衬材料和金属射流性能的提升，现代的聚能装药能够实现更高的穿透能力，某些现代武器的穿透率甚至能达到其直径的 700%。聚能装药的有效性通过3种主要机制来实现。首先，当射流穿透装甲时，残余的金属射流会对内部的组件造成严重损坏。即使射流没有完全穿透装甲，它与装甲接触时通常会引发大量装甲碎片，这些高温碎片会随着金属射流一同被带到装甲内部，并反复反弹，造成大量次要伤害。最后，射流穿透过程中产生的机械冲击也是一种重要的损伤机制，尤其对像电子设备这样的敏感组件尤为致命。由此我们可知，聚能炸药对坦克杀伤力的关键在于其爆炸时距离坦克的距离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而乌军正是针对这一点，对豹一坦克进行了一系列针对性改装。2023年9月，据乌克兰门户网站防务快讯报道，第5独立坦克旅的士兵们展示了他们将德国豹一主战坦克改造为豹 1A5V 版本的成果，这一升级大大提高了这些车辆在冲突中的整体效能。乌克兰对豹 1A5 坦克进行一项关键性改进，是加强了其装甲防护。这一改进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其中包括加装新的模块化复合装甲板，主要用于防御前线日益频繁的无人机威胁。此外，还特别使用了间隙装甲，以拦截接近坦克的无人机，进一步增强坦克的生存能力。坦克的前部包括底部、炮塔和侧面还增加了反应装甲。这些强化措施使得现代化后的豹 1A5 能够更有效地应对敌方的攻击。除了提高防御能力外，乌克兰方面还特别强调了豹 1A5 的其他优势。首先，最为显著的是其火控系统。改进后的火控系统配备了先进的瞄准装置，使得豹 1A5 能够在夜间进行精准打击，甚至在 2.5 英里约4公里外对敌军单位实施攻击。这一优势得益于豹 1A5 搭载的 EMES-18 火控系统，相较于豹 2A4 中的 EMES-15 系统， EMES-18 的精度更高，能够确保即便是在复杂环境下也能精准命中目标。根据防务快讯报道，豹 1A5 使用的105毫米口径炮弹足以在正面攻击中摧毁俄军的 T72、T80 或 T90 主战坦克。这条新闻中提到，乌军主要对豹1坦克加装的3种装甲，包括复合装甲板、格栅装甲以及反应装甲。接下来大兵就分别说说这3种装甲是如何帮助豹1抵御无人机的。复合装甲的诞生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世界各国的军队意识到钢装甲已经不能有效防御新型反坦克武器，尤其是聚能装药武器。复合装甲通过将不同材料结合使用来提高防护效果，通常由铝合金、钢材和陶瓷等多种材料层叠而成。由于不同材料的物理特性可以相互补充，复合装甲能够显著增强对金属射流的抵抗力。苏联在1960年代研制的 T64 主战坦克就开始采用这种技术，利用玻璃纤维和金属的结合，为坦克提供更强的防护能力。反应装甲的出现是为了应对更加复杂的攻击方式，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以色列在1970年代初期的研究。以色列军队在6日战争中遭遇了大量聚能装药武器的攻击，反应装甲的设计灵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反应装甲通常由2层钢板和夹层炸药组成，这些炸药可以在受到攻击时迅速引爆，从而通过炸药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破坏或干扰攻击武器的金属射流，降低其穿透力。以色列公司拉斐尔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技术，并在1970年代为以色列的 M60 和百夫长坦克配备了爆炸反应装甲，显著提高了坦克的生存能力。格栅装甲也称为山格装甲，是一种相对简单且经济的装甲解决方案，通常由钢条交错排列而成。这种装甲的设计起初并不是为了对抗聚能装药武器，而是应对较为常见的 RPG-7 反坦克火箭弹。20世纪60年代，美国海军首先在其炮艇上使用了山格装甲，以防范越南战争中的火箭弹攻击。
到了80年代，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开始使用格栅装甲来增加坦克对低速来袭火箭弹的抵抗力。格栅装甲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偏斜反应来破坏来袭武器的引信，虽然不能完全阻止火箭弹的穿透，但能够有效减少其威胁。在俄乌战场更加简陋，一般为一层铁丝网。不久之前，乌克兰另一辆 M1A1SA 埃布拉姆斯坦克在库尔斯克地区成功抵御了6次来自光纤无人机的打击，最终全员生还。坦克指挥官表示，生还归功于额外的防护措施以及坦克精密的设计结构，如独立的作战区域和抗打击面板。他强调，如果没有额外的反应装甲和炮塔顶部的防护网，我们早就被摧毁，绝对没有生还的机会。除了这3种装甲外，针对巨能装药的还有一种间隙装甲。间隙装甲的发展始于对传统单一钢板装甲的防护效果的反思，其主要思想是利用多个层次的钢板或金属板之间的空隙来分散巨能装药射流的能量，减缓射流的穿甲速度。英国在1970年代研制的乔巴姆装甲就是一种典型的间隙装甲，它采用了一种类似三明治结构的设计，将金属板与吸能材料如橡胶或陶瓷材料结合，使得攻击射流在穿透多层结构时能够被有效减弱。乔巴姆装甲最初装备于英国的挑战者系列主战坦克，并很快被其他西方国家所采用。它的防护效果在20世纪80年代中东的战争中得到了验证。曾经俄乌战场红极一时的俄军乌龟坦克就是附带了一层钢板作为间隙装甲。这种装甲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坦克体积会明显增大，降低坦克的机动能力和隐蔽性，而且需要在设计时就在坦克上预留挂载位置。对于乌军来说，给豹一坦克加装间隙装甲弊大于利。综上所述，乌军通过丰富的战场经验，利用最少的资源，让冷战弃儿脆皮豹一成为了俄乌战场的耐打王。这再次证明了乌军在俄乌战场中的创造性。乌军已经屡次通过创新创造，在俄乌战争中打出了亮眼表现，比如在无人机上装备霰弹枪，空战俄军无人机，以及在无人艇上加装导弹，击落俄军直升机。然而，无论是哪种装甲，都是一种被动的防御策略。就如同这辆豹一，就算防御力再强，面对11架 FPV， 依旧逃脱不了被摧毁的命运。乌克兰分析网站军事指出，这辆坦克并未配备有效的电子战设备，无法提前干扰无人机的遥控信号。战场上电子战装备的缺乏，尤其是高质量的电子战系统，导致了大量装备在前线的损失。乌克兰在前面面临的电子战设备短缺问题，主要源于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乌克兰的电子战设备生产真正启动是在俄罗斯全面入侵后。相比之下，俄罗斯已经花费多年时间研发电子战技术，其静态电子战设备被认为是全球最强大的之一。俄罗斯的电子战设备不仅在战场上具有显著优势，甚至影响到欧洲多个国家的航空航行。专家指出，由于俄罗斯电子战设备的影响，一些飞机在飞行过程中出现导航问题。英国自去年8月以来，约有46000次航班受到 GPS 信号故障的影响。乌克兰空中侦察支持中心主任玛利亚·贝林斯卡表示，尽管乌克兰电子战设备的生产进展较慢，但与俄罗斯相比，乌克兰在这一领域仍显得相对滞后。俄罗斯的电子战设备，尤其是战壕型设备，不仅数量庞大且非常有效，而乌克兰在这方面的生产政策还没有形成系统化的国家支持。贝林斯卡认为，乌克兰应当积极支持本国制造商，包括通过签订长期合同，帮助进口组件以及储备工程师等措施。尽管如此，乌克兰在电子战设备生产方面正在加速进展。专家安纳托利·赫拉普钦斯基估计，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乌克兰的电子战设备生产已增加40%至50%。乌克兰政府支持的防务科技平台 Brave 汇聚了50多家电子战设备制造商，并且新开发的设备数量已超过100项，而与2023年6月的10项相比，生产规模有了显著增长。然而，尽管生产加速，乌克兰仍然面临设备供不应求的问题。乌克兰国防部提供约2000个短程电子战系统仅是一个开始，预计将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至少向前线增派600个战壕型电子战设备，但这些仍远远不足。乌克兰需要数10万个电子战设备来确保每一条战线
每一辆军车和每一组作战部队的安全。目前，乌克兰军队的电子战设备主要由志愿者提供，或由士兵自行向制造商购买。因为在前线等待国家的官僚机制已经无法满足战场需求。一名代号为 Ahmed 的士兵表示，自己多次深刻认识到电子战设备的重要性，并分享了一个亲身经历。他曾在没有电子战设备的情况下驾驶车辆穿越战区，结果被俄军无人机锁定并攻击。幸好一辆配备了电子战设备的车经过，及时干扰了无人机的信号，让他成功逃脱。然而，随着俄罗斯无人机不断升级，乌克兰的电子战设备面临新的挑战。由于俄罗斯的无人机频率不断变化，乌克兰早期生产的电子战设备已无法应对这一变化。对此，乌克兰政府正在着手开发统一的系统，以搜集有关俄军无人机频率变化的信息，确保制造商能快速调整设备应对新的威胁。随着前线作战越来越依赖无人机，乌克兰急需更多电子战设备来保护士兵和装备，免受俄军无人机的攻击。贝林斯卡表示，目前的生产水平远未满足前线需求，预计未来在设备升级和生产方面，乌克兰仍将面临巨大的技术挑战。总而言之，乌克兰的坦克防护能力不断得到强化，也让这些看似老旧的战车在现代战场上焕发了新的生机，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耐打王。然而，这并不代表着乌军面临的危机得到缓解。想要针对无人机，最好的办法还是主动出击。如果有足够的电子战系统，那么所谓的耐打王连一辆 FPV 的攻击都不会承受。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欢迎发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